四川真的很穷吗？藏族姑娘实拍乡镇建设，和家乡西藏有何不同？罗马想亲眼看看改变西藏面貌的劳动者们，他们的家乡是怎么样的？没走出西藏之前，罗马对于隔壁的邻居四川无法想象得出来。不过身边一些朋友还有行人过客都来自四川各地，感觉四川话相对容易理解，还有点风趣幽默。早些时候家乡电视节目总循环播放四川方言版《猫和老鼠》，尤其西藏、四川甘孜、阿坝等地一些藏族朋友还会讲，卓玛莫名有种亲切。燧宁在全国未必有名，但在西藏却无处不在。Hello， 人间风光赏啊，咱们眼下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您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。我的梦想呢，就是走遍全国。如果提起四川燧宁，各位朋友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是明星鞠婧祎、唐艺昕的家乡，还是中国死海？从成都坐火车去重庆、广州的必经之路，还是压根没听说过呢？我头上这条铁路呢，就是成都到重庆或广州等东河南方向城市必要经过的地方。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，四川燧宁人在西藏有许多身份，工人、教师、警察以及大小老板等等，意思就是要问在西藏的四川人哪个城市来的最多，燧宁绝对名列前茅。罗马这次就亲身体验，看看参与西藏建设的朋友们家乡的样子。我想客运站呢，现在全部去乡镇的，就是燧宁下面的乡镇的。比如说你要去别的市的话，要去城北客运站。感觉这边搬了之后就特别的冷清。现在车子来了一半。我的目的地是燧宁市安居区石洞镇，因为要装修咱们农村的房子，这路沿着318国道行进，会经过宝山镇、玉峰镇、安居城区、东山镇，然后到石洞镇。一路上最让卓玛羡慕的不是有多少楼房，而是树木植被太丰富，一片片都是绿色。低海拔加上四川肥沃的土地，能长出很多西藏活不了的植物。往前一直走不停歇，就到家乡日喀则。如果能有窗外四川这样的景象，那就完美了。另外我注意到现在燧宁乡镇班车没有那么多的乘客了，其实这也说明越来越多人买上小汽车。几年前来的不早，要等下一趟，现在来个好久，坐不满人。除了人们不太愿意出门一个原因，生活水平提高也有道理，比如买了车在城市定居等等。我现在已经到这个镇里面了，这里就是以前走向大城市的起点哦。对我而言，眼前四川燧宁的乡镇都有区别。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说，我觉得东山镇比石洞镇更繁荣，市区的永新镇改造后比兰江镇更发达。而卓玛家乡西藏如果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，那么日喀则吉隆镇领至鲁朗镇视觉感官上比石洞镇要繁华。西藏主要还是地广人稀，地理环境比较受限，总体而言动力不足，只能低调。而位于摄湖市的沱牌镇排名燧宁乡镇第一，也比西藏所有镇发达，在整个四川也能排到前5，整个西部甚至能排到前30名，也算燧宁的门面了。天气不是很好，下雨了，感觉来的不是时候。像那边的话，现在我朋友说今天下雪了。看到这个树了没有？特别的老，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也就是说，5线小城燧宁也有四川排名前列的乡镇，不过比起全国最发达的江苏、浙江、广东这些地方，沱牌镇就失去了光彩。比如昆山市的玉山镇可谓全国第一镇，堪比一些地级市。不过强大的地方依然也有人均低于燧宁地级市县城区乡镇。我现在又要去吃上次吃的那碗面，我感觉来这里最好吃的一家面店。十三回头望，千年无下。果然还是市区里贵一点，这边便宜一点。市区里14块，这边才9块钱。就从眼前来看，不去做详细分析，卓玛看到的四川挺好的。燧宁一些乡镇除了看起来破旧点，也没有太大缺点。
生活的乡亲们，有一些是大人物，有一些是小康，有一些平平淡淡，吃饱穿暖。走出西藏去打拼的燧宁人，也在各自领域散发能量。在西藏林芝不乏些知名人物。卓玛觉得四川燧宁的乡镇看起来没有那么新，像正在经历风霜的大人，而西藏却像年轻人。买点吃的，等会儿又干活。这边有个住的幼儿园，应该是。同时，乡镇也像小草，秋枯春绿，都有循环的一生。燧宁乡镇都有路有车，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标准答案。各位朋友，你们觉得四川乡镇怎么样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真的是10个。10个洞，所以这个镇就叫10洞镇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是这样说的。哦，你感觉吧，很感觉的。把这个抖出了，然后终于就结束了。现在是半夜12点半，所以呢，大家不要看我平时视频都是几分钟的，但是它这个剪辑就是很费时间。大家看到没有？现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虽然现在街上没有居民，但是有警察叔叔陪我们这些晚归的人，辛苦了，警察叔叔。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西藏的人吃完晚饭后就不敢上街吗？今天就告诉大家。来看看西藏的夜生活。Hello， 听见公他们3个卓米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现在是西藏的晚上7点钟。我刚拍完白天的视频，然后现在准备去吃个饭，然后去剪辑，顺便呢给大家看一下西藏的夜生活。大家看，现在西藏7点多还没有天黑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这边9点半才太阳刚落山。现在是西藏这边的下班时间了。西藏这边的话，就是早上跟晚上有一个特点啊，尤其是晚上。风吹得特别的大，然后就特别的冷。我现在都穿了好多件衣服，我还穿了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围裙。看我穿的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种是围裙吧，然后里面都是这种毛茸茸的，然后就特别的暖和。看这些小朋友都在这里玩耍。穿上这个围裙之后，就多大的风我都不怕，因为我的话就比较怕那个腿冷嘛。现在我们要去那个林芝市区最热闹的那个大街上面吃饭，由于林芝市区并不大，我们走路可以过去。现在在这里吃一碗热腾腾的面，因为今天确实特别的冷，然后就热乎热乎。我刚吃了一碗面，就花了18块钱，大家觉得这个贵吗？他们家呢是做米线的，算是整个林芝米线店最好吃的一个。大家如果到林芝的话，可以去尝一下。这里呢是工部印象，也是林芝这边最热闹的一个街道。这边呢大部分都是吃的。如果大家到林芝来，不用担心不符胃口。这边呢也比较热闹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这里跳广场舞。我现在也准备去热热身，走吧。我们这边跳的都是西藏的锅庄舞。没错嘛，我看你央企的经理，都在美路，打个电话通过。现在到蜜雪冰城去买杯奶茶，为一会儿的自己补充个能量，走吧。我呢现在进入工作状态了，我要去网吧剪辑视频了。我平时的话呢都是在手机跟电脑上面剪辑的，但是如果有相机素材的话，那个笔记本电脑太卡了，然后不得不去网吧，因为网吧里面的话就比较快。我平时都在这个网吧里面剪辑，因为这个网吧是林芝最便宜的网吧，1个小时4块钱，条件还可以。我的家乡日喀则的话，一般的网吧就1个小时9块钱。走吧。
我们现在把这个剪辑软件下载下来，我一般的话都是用剪映或者是 PR 剪辑的。现在看我戴上眼镜了，因为我的就是近视嘛，然后平时看电脑的时候不戴眼镜的话，眼睛真的特别的痛，我就戴上了眼镜就好多了。像我们平时在网吧剪辑时最烦的就是电脑它出现一些意外，然后直接就是自动关机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前面剪完的全部都没有，对于我们这种剪辑的人来说，真的是心态一下就崩溃了。把这个导出来的话，终于就结束了。现在是半夜12点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现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在西藏林芝的话呢，晚上10点以后几乎大街上没有人，商店也全部都关门了。我记得之前我去广州的时候，大半夜2点左右，街上人特别的多，而且车子也很多。整个西藏到了晚上，几乎在大街上没什么人，包括西藏拉萨。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西藏的人吃完晚饭后就不敢上街吗？西藏的夜晚显得格外安静，冬季的温度骤降，伴随晚上的风，人们宁愿裹在被子里，也不愿意到露天的环境吃苦。所以西藏很难看到北上广那样的夜市。冬天是因为天冷，而夏天则是因为人少。核心的原因还是花样少。作为一个新发展地区，很多娱乐项目西藏没有，所以对于西藏的人来说，吃完晚饭然后聚集在广场上跳舞就是最好的夜生活。现在这个时间只有酒吧和网吧有人，这个也是西藏人唯一的夜生活。当然还有西藏特色的朗玛厅，来西藏必玩的地方，下次卓玛去拍摄。Hello。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准备睡觉了。长按点赞进行强烈推荐，点个关注不迷路。祝大家好梦，拜拜。